每一次的 AU 主题活动，我们都希望去做一些可以给玩家带来新鲜感的尝试，比如不一样的世界观设定、美术表达，或是活动玩法等等。万灵局妖文部的世界观里，既有山海经的传统文化，又有赛博朋克的主题元素，怎么让玩家一下子就能 get 到和以往的不同呢？我们想，活动 PV 作为玩家最先接触到的内容，需要做出一些新的改变。之前的话 ，AU 主题的 PV 可能会更侧重于叙事一些，比如在《飞雪落红尘》的 PV 里，我们就安排了一整套，包括最开始的谜团出现、冲突发展，到后来的突发转折，以及最后留下悬念伏笔这样的一种叙事结构。但这次和 IP 沟通了我们活动的世界观以后，其实会觉得我们 PV 的重点可以更直接一点。那具体来说，我们的做法其实是在音乐的框架里去设计整条片子，包括快节奏的剪辑，还有更抽象化、更概念化的镜头，给大家呈现一种更爽快也更加直给的视听体验。是的，这次 PV 中，音乐处在了一个更加主导的位置，它就像是一个故事的序章，定下了万灵局世界最初也是最深刻的基调。今天来跟乐队一下万灵局的需求。嚯，一阵劲爆的电吉他。Hello。怎么样？有没有提供一些灵感？万灵局妖文部，哇，好酷哦！谁在唱啊？ No。哦，好，太荣幸了。音乐上想要一些燃起来了的感觉，很适合男主在都市里飞来飞去战斗的画面。这次活动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新复古潮流的印象。对于音乐而言，就需要呈现一种特定的世界观。那在音乐创作的初期，画面、概念，或者说统一的美学，都变成了重要的驱动力。个人而言，我比较迷恋充满力量又有黑暗感的风格。对于这种酷一点的东西，作曲上不会一上来就强行控制人的耳朵，而是更偏好用一种低调又张扬的风格去表达。我觉得这种音乐风格很适合去展现男主们这次活动里背负着妖兽行走于黑夜里的那种含蓄的帅气。所以我在创作和编曲中主观地做了很多非常规的处理，想带来一些不那么传统的听感。比如吉他，为了区别于传统的吉他音色，会使用落起音头加高八度混响的效果，去展现一些超现实的赛博感。给大家听一下吉他的原声是怎么样的。再看一下处理过后的效果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很不一样？在鼓的制作上，会要求鼓手去掉大鼓，直接演奏。歌里面电鼓的那种稳定、厚重、很顶的听感，配上这种弥漫在空气当中的律动感，会让人感觉这首歌很有活力。在 vocal 上也会加入一些特殊的处理，去呈现角色这种濒临失控的兽化的感觉。我一直认为，游戏音乐是为角色服务的，是反哺游戏世界观的。希望能够通过这首歌，让万灵局妖文部的世界更加立体，更有生命力。契这个字可以理解为契约，
也可以理解成人与其他个体之间相互坚守和情感共鸣，从孤独与挣扎到依赖与支撑，再到破碎与重生，最终达成心灵的契合。这种情感的跌宕起伏和最后心与心的融合，都体现了气这个字。所以我们在思考歌名的时候，第一直觉就选择了这个字作为歌曲的名字。是的，大家如果体验完游戏里的剧情，再回来听这首歌，再看一遍这支 PV 的话，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对，咱们懂的都懂它。话又说回来，虽然每一次 AU 活动都是不同的世界观，但男主们的经历或多或少都是对现实中未明示的一种映射。是的，无论在哪个时空，他或是你所熟悉的那个他，名为气的乐章将永远奏响，正如你永远是他生命中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牵绊。在未来，你也会和4位男主一起，在各种各样的异世间相遇，携手经历全新的冒险和故事，敬请期期待吧。吧。